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要跟柯文哲订勾机，而且要着手让他的立法委员王一川。这个先表达歉意就要表达歉意，为什么？就对小草跟小葱们表达最深挚的歉意，因为我个人这个思虑不周，发言不慎，因为我不知道柯文哲没办法选举，他完全没有资格，我去呛一个没办法选举的人。胜之不武不好意思有道理。这一段不加也就算了，还要后面再补一刀的做法。OK， 好，接下来为你介绍一直坚信台积电会上2330的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警报台积电，男人不能养老，台积电可以养老。OK， 听了他的话，一直只持有5股台积电的证券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我后来又进了一些，你有进吗？有，这个10股也进了一些，变15股。我刚才讲一些是多少？OK， 好了，总是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对台积电有信心的一个感觉嘛。OK， 好，来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佩君，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那刚才大家所提到的是最近几天在国内，不管是政坛、经济各方面，所出现一些让你最瞩目一些事情。为什么一开始讲到阿川这个地方，那会直接讲说来订购机，好不好？我着手让你，那是因为在柯文哲在受访的时候，他直接讲了一段，那民党要推在台北市要推沈国阳吗？那看起来那所有的态势应该会是如此。好 ，OK， 好，那这个态势在柯文哲眼中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他说那个黄金阵容，阿川就直接对呛，让你听一下柯文哲怎么说的。来，我心目中民进党的黄金组合，台北沈伯洋，桃园王义川。3九应该选台中这个非常渴望民进党派出他们的黄金阵容。那你觉得蒋万安会输沈伯洋吗？不要引诱我讲那个危险话言。民进党真的要派沈伯洋吗？Are you sure？ 确定吗？哇，太精彩了！实在，民进党是没有其他人可以派吗？真的要这样干吗？好，看起来2026这场选战，那民党大家一直聚焦在台北市到底要派谁。不过目前的氛围看起来，那应该是普马沈伯洋应该会出现，从变法然后一直到现在。好，这个待会大家就要看国内2026正式开打。来，阿川，你刚刚直接讲好拍谁啦？那原来你没有资格选，但是柯文哲那段话大家也听得出来嘛，在考谁所有这些，所以意思就是他们把沈伯洋他们放在眼里吗？包括把你摆在那个组合里头，如果没有在意的话，就不会提这个名字了。就是说，如果他觉得沈伯洋不太行，不太行，或者是说觉得他很强，什么之类的，但是至少你们民众党也没派人他民众党不是更弱吗？连派个人都没有吗？黄国昌一下子，黄国昌选很多县市我那天还问中选会说，可以一个人登记很多县市吗？他也登记新北，也登记彰化，上次柯文哲登记台南，然后也说要登记高雄，那是说要被拱嘛？对但是一个人就只能选一个地方对不对？就是说对民众党来说，他就没有人，然后讲那种风凉话。那沈伯洋从礼拜6开始，光剪个头发去参加一个宗教活动，可以让大家讨论了2天，那就不要讲说那个头发这个题目到底是怎么样，至少他受访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草包嘛，并不是一个对市政规划完全都不懂的人嘛，我可以这样讲嘛，就是说对市政不是完全不懂的人，那他选那边，当他开始是很简单，爱的大几一户给嘛，那至少他讲了一个现场没有人有办法跟他一样的，叫做他以前在那边的图书馆读书，对吧？那你除非你坐在那里，不然你怎么会跑去那间庙的图书馆在读书？他在凸显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就是老台北人，对，那他念的这一个学校也是台北的学校，就是各式各样他在展现这件事情。那大家就等他继续提接下来的这些市政的主张嘛。那对民众党来说，因为没什么谈而言嘛，我不觉得他们民众党现在能够提什么来骂沈伯洋。那你说现在很多人说他沈伯洋仇恨值高，那废话吗？蓝白当然对他仇恨值高蓝白仇恨值高的人就是民进党要提名的
民进党不会去提名一个蓝白喜欢的人啊，因为提名一个蓝白喜欢的人，做民调都很高，然后最后投票的时候跑去投蓝白，对不对？空哥，当然是提一个蓝白都很讨厌他的人，蓝白绿的才会投嘛。那他就在这拓展其他政治完全失温的人，我们没有要去处理异温层，政治喜欢那同温层、异温层，还有一群叫失温层啊。那失温层完全搞不清楚我们在讲什么。你说的失温层是失温层很多啊。我们在路上会遇到很多失温层啊。你跟他问说沈伯洋是谁，他也不知道。就是很多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人，他现在叫失温层啊。所以选举不能想要对决吗？对选举来说，都同温层顾好去找失温层吗？不用想办法去想要从异温层拉过来，那都不可能，那异温层都给你骗的啦。所以对绿营来说啊，推沈伯洋蓝白那么讨厌他，然后这个国民党也骂他，然后民众那这个人就是对了。当国民党跟民众党都不骂这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就不要提名。那个不好啊。因为到最后选票最后还是哨子一吹，逼就大家通通归队。所以我是觉得沈伯洋这一段期间他在准备他准备的状况，其实从那一天的受访。简单问几个问题，他没有一题逃避了。所以有人形容他那叫问 A 答 A 还送你 C 啊。那蒋万安是问 A 就答 B 嘛，或者问 A 答甲乙丙丁嘛。你问伊讲头问的代志，跟问隔壁迄个讲，不是您同事吗？连这种题目你都不答，你都不答，就代表什么？我觉得他是要闪避，可是要闪避的没有很好啦。没有很好。正常来说。这个蒋万安就只要回答说，沈伯洋很优秀，他是老台北人，我知道他家就住在附近，对这些庙他也很熟，他来如果选台北市长，大家要做理性的政策辩论，一样的讲的没新闻啊，他硬要去再把这个东西再推走，我觉得蒋万安可能还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沈伯洋接下来的挑战，可能再过个几次，他习惯以后就知道怎么面对，不过。那一天蒋万安面对记者的问题，跟沈伯洋面对记者的问题，两个一比下来，沈伯洋就算赢了。OK，阿川，请问一下，你刚才跟柯文哲道歉，跟小草道歉，你不知道柯文哲对，那个是那个极酸的考 C， 那你本来想要左手让他，就跟叶问那个一样，是一只手摆后面。不是啦，就是说我跟柯文哲，他却随便去选一个选区嘛，对啊，他随便讲嘛，看是要金门妈祖什么拢会使，伊甲你讲啊，你讲遐咱就来遐选嘛。算我就倒手让你就好啊，我也免尽全力啊，因为我本来就倒手的嘛，所以我就倒手让你就好啊。所以对我来说啦，就柯文哲你就是一个贪污犯嘛，就是一个贪污犯啊，不是吗？国民党不认为柯文哲是贪污犯吗？有啦，给他郑丽文，郑丽文讲只有政党轮替，柯文哲就不是贪污犯，你政党轮替掉，柯文哲就马上变不是贪污犯了，哇，那强啊，进动。什么人做总统，什么人得让去改变司法判决的结果。讲这话无猜你郑丽文嘛，法律系毕业的，那会当讲什么政党轮替，柯文哲就不是贪污犯。安尼你当作犯你安怎？迄个判决书拢你咧写，郑丽文讲这句话就错了啦。那我是说，因为柯文哲是贪污犯，任何一个人交柯文哲算拢会赢。你就讲柯文哲贪污犯，即摆路年咧，大家当着讲。你对手以上，就迄个贪污犯啊，就迄宜兰迄个阿伯啊讲，你柯文哲，就食钱迄个嘛，贪污迄个嘛，就安尼啊。所以跟柯文哲选很好选，不管倒手让你，地点拢又在你拣啊。定高期就看你要选对，我就叫你选，我一定会赢。可是我都歹势，我唔知讲你袂当选。早知你袂当选，我就卖向你冲锋，这算思虑不周啦，发言不慎啊，就道歉啦。酸度破表 ，OK。但任俊，看起来2026这场选战，大概各地方好了，国民党当然还有彰化啦，这些地方可能还需要再瞧。但是大家目光一直都摆在台北嘛，台北这一块一定都是年底这场选战领头羊。蒋万安到底能够席卷多少的票？甚或未来有没有可能带着像这样一些旋风？甚或直接有没有可能挑战大卫？或是如果要目前看起来的话，绿营到底谁出来能够挡得住？甚或有没有可能要翻转整个从台北开始翻转到其他地方？从一个刚才阿川讲，一个头发不马，一个头发改变，大家就要讨论2天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国民党的整个的台北市长的选战哦，甚至是其他县市的选战，我觉得柯文哲多虑了。
包含到蒋万安的下一步，其实不用民众党去操这个心啊，国民党内会算的人很多啊。那大家都在等着看嘛，因为他其实这一次的选战的结果，你光想嘛，今年的年底的这个选举，不是只有牵动县市首长换谁或谁做嘛，他牵动到第一个政党的席次嘛，那席次完的一定会连带到政党的所谓的领导阶层，会不会因为席次的变动而有所影响嘛？那如果有所影响，接下来连带的一定就是2028年总统大选谁会出现，那干你柯文哲什么事啊？会不会因为席次的变动而有所影响嘛？那如果有所影响，接下来连带的一定就是2028年总统大选谁会出现？那干你柯文哲什么事啊？所以柯文哲去讲说，哇，他心目中民进党的梦幻名单，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民众党也有梦幻名单啦。台北黄国昌、新北黄国昌、桃园黄国昌、台中黄国昌、彰化黄国昌，什么都是黄国昌嘛，这些都是曾经提过的。而且呢，他们自己也不讳言的说啊，其实很多人都在确定，其他的都没有了啊。所以我觉得，当柯文哲今天刚刚的那个所有的那个说法跟语气，你就知道他其实已经词穷了。他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针对选举在下指导棋。柯文哲说 ：“Are you sure？ 你真正要去推荐这个所谓的这个铺马吗？”2014年的时候，当时民进党也有试图要推出人选啊。那个人选，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叫做顾立雄啊。结果到最后，民进党就是共同了哦，他们家有合作2阶段投票嘛，对嘛？最后推出了柯文哲，然后呢？柯文哲做过两任的台北市市长啊，他大可以在那个地方就讲说，我觉得台北市长为什么沈伯洋不是？或他觉得心目中台北市长应该做到什么样子，但他现在能说吗？因为他自己在做台北市市长的过程当中惹出了多少的事情，而且现在还有司法的阶段，这一块连国民党到最后都只能讲说他们支持柯文哲争取他的司法人权，但是对于所谓的这个内容的部分，很多人都不愿意再去评论了。所以当柯文哲出来就用那个好色的语气跟那个表情，甚至那个一贯的那个笑容，你会发现到。那个新闻其实没有对柯文哲加到任何分，没有对民众党加到任何分，甚至对沈伯洋，你说有扣分吗 ？Who care？大家会直接问说，那你告诉我，台北市长只要有人愿意承诺说，我不会在市长室骑飞轮收300万，我也不会呢透过我的所谓的公权力，在知情或不知情的状况之下，让外界认为我在图利厂商，甚至呢图利可能上百亿元。我相信沈伯洋应该会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宣誓，我相信蒋万安会愿意做这样的宣誓。那民众党有谁会出来宣誓讲说，对你们讲的对，这些我们也不会做，不会啊，因为柯文哲都做了这个事情啦。所以我觉得，这样对民众党来讲，永远到最后只能去吃国民党的豆腐了。你真心认为他要是批评沈伯洋吗？老实讲，连民进党本身对于台北市市长选战的这一战，大家都知道很难打嘛。沈伯洋的功能是不是真的要打赢这场选战？我相信是。但是我们从实质的现实面来看嘛，沈伯洋有没有很多东西他必须要突破了？比如发型啊。我知道其实很多人对他的发型有些意见啊。那在不同的场合也有当着沈伯洋的面前说过，叫你去剃头章啊。讲说不要看头看名啊，还是什么的。甚至我们在座也有人的办公室也被打电话去说要求转告沈伯洋，你去剪头发。那一定是你的办公室。对啊，就打来就说你跟沈伯洋讲的出门头毛爱软软。呀，就跟一头毛弄不出力哦。对哦，就说是头毛爱软软这样子。那到最后他剪头发嘛，而且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沈伯洋他天生是直的，卷的。直的还是卷的？为什么？所以他是去烫的。他是去烫的，你们都不知道了吗？他是直发，他不是天生卷发，但他觉得就是这个型，后来他其实修了嘛，两边都给修掉了啊。
当然你说他是不是为选战做准备？老实讲啊，民进党在台北市里面传过多少的人选？这中间传的人选，其实真正有困难的原因来自于是各个派系不见得全部愿意支持啦。现在看起来沈伯洋出现，如果他真实要出现的话，对于民进党内在台北市的地方派系，现在看起来他是可以被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是不是最强的人选？这个我认为沈伯洋也有很多东西要努力，比如说有些人对他的熟悉感不多，甚至有些人去批评说，我不知道国民党为什么会有人去打说他也没选过里长，甚至他选什么里长也不会赢啊，这个跟选里长有什么关系？我们也没有很多人这个，但是他真正在打的是什么？他对台北市不熟悉，所以后来沈伯洋那边才讲，没有，我不是什么台北市，我是在台北市长大的，家里也都住在台北市。好，那现在问题来了，他有很多东西要突破，可是对于民众党现在来说，我老实讲啊，与其听柯文哲评断每一个县市，那个老实讲，我为什么一直说他在吃国民党的豆腐？因为很简单嘛，这一次选举里面，国民党自己丢掉了几个县市嘛。有几个可能是在危险边缘嘛？比如说彰化到现在为止这一局还没有决定嘛？那这个会不会影响他的选举状况？我认为会。宜兰会不会？我认为还是会因为吴宗宪到目前为止，据说也还没有跟地方真正的开始拜会头人那一些，都还没，因为家有喜事嘛他可能忙着先处理家里的事情。可是这些地方好，包含新竹是直接丢了不要了嘛。国民党以前最少还有派个人选新竹市嘛现在直接丢了嘛就干脆就礼让了。我老实讲，光这席次一算的话，你就知道国民党新竹本来就不算国民党了。那你告诉我宜兰算不算？那你告诉我说这个彰化，再来花莲呢？你不要说魏嘉贤也算蓝营的哦，他也没有嘛。那因为你国民党在那边有推，所以你光算国民党，其实在几个地方里面，柯文哲讲的其实都是讲那个国民党本身有缺憾的地方啦。那个看起来党中央也没有试图在这个阶段赶快去弭平掉所以我觉得现在柯文哲跟国民党的处境，就套回去郑丽文现在所说的嘛。郑丽文今天早上接受访问的时候，被问到说：“你跟民众党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嘛，我不需要跟民众党的每一个人都推心置腹，因为很简单，柯文哲有柯文哲问题，他直接点他直接点柯文哲有柯文哲的问题，他有他的官司要去面对，那代表什么？对郑丽文来讲。”老实说了，民众党在过去这一段时间跟国民党的态度，其实也是民众党一直在讲喊要蓝白合其实你真的回来看喊蓝白合的主要推动者其实是民众党。国民党其实老实讲有一点就是好了，打个顺水球嘛，你就喊嘛，我们也要蓝白合那个有一点就变成是说，反正合作对我也没差。我不选举的，我也现在捞一个就是大家和谐的假象，要选举的相对保守。可是对于郑丽文来讲，他很清楚的知道嘛，他把这条线画出来。那接下来问题来了，柯文哲是黄国昌口中的老大他虽然在民众党内只有一个奇怪的院长的职务，但是大家都觉得很多事情是由柯文哲来做决定。郑丽文他不会不知道，当你今天出来讲说我干嘛，我不用跟你民众党每一个人推心置腹，那就问了，那你愿意跟谁推心置腹？你说是不是相对的来讲，你去制造了民众党之内的矛盾？而柯文哲最后在选举的政治议题上面的时候，他沦为什么？他沦为插科打诨了。他沦为只能去考碎别人。这个跟2014年柯文哲直接去戳政治人物的痛点，那个国民党一定感同身受嘛因为那个当年在打那个郝龙斌打成怎么样？跟那个时候的柯文哲比起来，你会发现到现在柯文哲老实讲，他的内容物，他的含金量变得非常非常的小了。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台北市这一局，目前氛围看起来，民党应该就是普马会出战。那但是蓝绿两边针对这个的解读完全不一样。刚才阿川就直接讲，就是要挑，你不要说他的仇恨值高，就是要挑蓝白不喜欢的，那绿营的支持者会全力的拥护，然后再去扩及到其他的地方。当然，佩君。蓝营，我听到蓝营很多朋友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甚或有人直接开玩笑，也是考税的说法说，那就让他当母鸡吧，那个母鸡，然后会让所有的蓝营的人好像在各地方都会因此那个盘势会大涨，是这样吗？没有，我觉得王委员对我们有很大的误会。我们怎么会不喜欢沈伯洋呢？我们很喜欢他。你问台北市要选议员的国民党议员，你问10个都会跟你说喜欢。而且我们一听到沈伯洋可能越要选的这个几率越来越高，我们不但急了，还怕了。
台北市要选议员的国民党议员，你问10个，10个都会跟你说喜欢。而且我们一听到沈伯洋可能越要选的这个几率越来越高，我们不但急了，还怕了。急什么呢？急他什么时候才要确定提名啊？怕是怕会不会不提他？因为从1个月前吧，我们跟很多民进党议员同台的时候，就传说这个那一个星期三的。常会就要提名他，可是已经过了好几个星期三了，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沈伯洋要不要选台北市急了怕了，急是急，你怎么还没有确定？怕是怕他不选，所以他完全误会了。我们非常喜欢他出来选，仇恨值不高。我们非常喜欢出来选啊。国民党的市议员对他仇恨值不高，对啊，我当然不会有仇恨值嘛，因为光讨论发型，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对一个人的发型有仇恨的评论。这件事情，我想请这个王委员替我解答，因为我看了3天，3天社群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评论，就是都在讨论他俊俏的外貌、清爽的发型，还有那神似张孝全的性魅力。我想请问王委员是说，这个是有一个中央图房，请你们大家同一时间星期六开始夸夸大赛，还是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发自内心觉得他这个发型极为清爽，神情极为俊朗，所以一定要在这个脆啊、脸书啊。撰文大书特书，我有这个问题想要请问，当然很重要啊！你要先回答，我才能继续讨论下去。因为既然沈伯洋是我们这么重要的对手，你刚刚不是说了吗？那沈伯洋在国民党的议员仇恨值高吗？我觉得还好啊，因为发型我就说了，我们要怎么仇恨一个人的头发呢？所以从即日起，蓝白的支持者不要再说沈伯洋仇恨值高。不，因为我不用，起码我不用这个词。蓝白阵营的仇恨值其实不高。我跟你继续讲下去，如果你不方便回答的话，也许你们是发自内心，也许有一些人收到中央图房，大家要在星期六开始给他夸夸大赛。我们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哪有中央厨房啊？你们就是发自内心夸夸他，那 OK 很棒。所以民进党上下觉得发型、长相、性魅力是一个要参选首都市长的人，在第1个礼拜起手式的时候必须要集中火力讨论的话题，那不然请问你还讨论的什么？我看不到啊。不是，就是你刚刚讲的也不就是发型吗？这是一个宗教活动，这是一个宗教活动，去参加宗教活动啊！你们要往那边去想。啊，代表你们根本没题目讨论。这个不是我讲的，也不是在现场。你们也没什么题目可以谈。你刚刚不是才质疑蒋万安为什么在现场不回答、不回应这个沈伯洋的发型吗？那你怎么现在又说发型这个问题怎么可以在宗教场合谈呢？你们要不要先想清楚沈伯洋的定位再来？我对这件事情其实还很好奇哦，因为过去民进党在攻击，比如说连胜文的时候，那时候就攻击他是权贵嘛，然后连胜文家有地，连家权贵，这看起来是一个他们一贯的这个论述。可是现在不一样，2026沈伯洋的时候，5分谱啊，一个是男阿奏的，一个是女阿奏的，所以5分谱有2分是沈伯洋哦，他可是2分洋。这时候突然又变成地主是跟台北市链结很深的一个形容，连他念这个很名贵的私校也变成一个很适合当这个台北市长的高级的缩影。我说真的啊，他像不像谁，他发型怎么样，我都尊重哦。因为在过去的选战里面，民进党的眼中，蔡玉委员都可以像玄彬的，沈伯洋像张孝全，好像也还好而已。所以我并不会太惊讶。为什么蔡玉也躺着也中？不是因为我今天来之前在爬书说他们过去每次要称赞一个人的时候会做哪些形容嘛？那我说真的，台北市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直面去回答市政议题的人，而不是去直球对决对手的发型，因为那在我们眼中根本不是一个要讨论的事情。老鼠的问题，所以其实完全没有问题，这个需要蒋万安没答，属意应该要在什么时候问嘛？你要看那是什么场合。你刚刚不是讲宗教场合不能讨论发型？那提问的那一个人是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堵麦吗？不是啊，他是他走出来要上车的时候喊的那一句嘛，对不对？委员，你要不要先问问看蔡英文总统有没有有问必答？赖清德总统有没有有问必答？赖清德总统、蔡英文总统连正式的场合都不给，所以就都不用回答。你是这个意思吗？不是正式场合都不能问。你要不要先对照一下？你们是最没有资格来跟我们讨论要不要回答记者跟民众提问的立场，好不好？你先讲嘛。蔡英文总统也好，几天没开记者会；赖清德总统多久没出来？完全没有问题。马总统，你去调资料，问好问满，连在问别人都会站下来。好的啦，委员没有关系啊。我知道你们现在全党上下要背着沈伯洋走，没有问题。这个我都尊重嘛，因为每个党都有每个党要处理的议题。我没有问题啊，我开心啊，全部一起背嘛。我开心啊，因为会大喇喇在大庭广众说台北市国民党执政70年的人，大方讲这种答案的人要来选台北市长，我是祝福民进党。对啊，我没错啊。我心里很支持啊，我没有办法投他，可惜啊，要不然我被党纪处分。我支持他参选，真的，我真的没有完全没有问题。挂看板我可以，我们都会帮忙的，对。不过现在看起来，我不晓得，是，所以其实沈伯洋的战队应该算成，因为今天连总干事啊什么名字都浮上来，对，像吴思瑶啦，或者所有这些。刚才2位所讨论那些重点，就会变成，如果真的进入对市政的对垒的时候，
当然，你说什么样这个地方一定是包括你说像吴思瑶他们当总干事，对势必要准备很多这些。对于刚才讲说现在叫起手式，这个起手式就引起两边是这个样子，那未来呢？我这样讲啊，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民进党要提任何人都 OK，就是这是他们自己党要去选择，就是说我要当一个代表我民进党战袍来占这个首都的。那不管是之前曾经提的这几个人，什么王世坚啊、吴思瑶啊，甚至连郑丽君这几个人，那有种种的原因最适当的人选，但是他可能没有参战的意愿。那现在有一个从头到尾一直说选我，但没有人要鸟他的吴怡农这样子哈，很多不同的。那到最后拍板是沈伯洋，假设真的是的话，我认为民进党有他们自己本身的考量，比如说至少基本盘。那什么叫基本盘不会跑？我们就来看嘛。在2022年的时候，那时候可以说是应该是算是台北市民进党写下最惨败的一次，应该是这一次吧。如果印象中没有错的话，他们就说。对，就是说在那一次的时候，李应元好像是48.9万票，那他大概是得票率是35.9%，然后呢，那个马英九那时候就是64.1%，可以说是碾压，再写下一个64开这个惊人的一个差距啊。那之后大概民进党怎么选，大概也有38%甚至40%的一个上次的。姚文智那一次，那因为他有三卡都，对，他那次有三卡都，对，他有三卡都，所以又有比较影响到，对，所以但是我认为沈伯洋对于民进党来讲，选台北市一定是一个保底，起码自己的一个支持者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再往外拓，对，那你能不能再往外拓？我认为事实上这个考量性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个人因为我是台北市民，从小出生长大在这里。蒋万安执政有没有问题？施政有没有问题？我认为民众感受度最高的其实是鼠疫这件事，因为不瞒您多说，我今天才又被老鼠吓到了，因为我要丢垃圾，就老鼠突然跳出来，我就请旁边人说你帮我丢一下，我有点吓到。对，那我觉得老鼠这件事情是从不管几岁的人都会很怒的一件事，尤其是首都。怎么可以让鼠疫的这件事情，已经从第一次说什么有老先生被老鼠咬到，然后生病，然后好像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确定有没有就是这个离开。但是这件事情，你会让人家说台北市什么时候会变成连鼠疫这件事情都没有办法控制住？我认为沈伯洋过去在台北市民或者是一般选民的心中比较琢磨的空间是在抗中保台这个议题上。如果他可以去发挥他的攻击力，在对于这个蒋万安的施政上多以这个去发挥作用的话，这个可能是有机会让刚提到的什么35%或几%再慢慢往上增。其实新北这个部分可以扮演好民进党全台领头羊角色，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台北市，你想要攻城略地，你想要就是不管是说让更多的民进党的议员可以上，还是说你想要对蒋万安造成多一点威胁，我觉得那一种参科打诨啊，那些微博啊，那一些我觉得是不需要，因为你就是要最好的方法就是唤醒台北市民的愤怒，大家就是硬碰硬的打法，对，意思就是这样，那不用走旁边的那些，完全不需要，因为我觉得那一些会对台北市民来讲会觉得花拳绣腿，大家就是硬碰硬的打法，对，意思就是这样，那不用走旁边的那些，完全不需要，因为我觉得那一些会对台北市民来讲会觉得花拳绣腿，那其实台北市。我也必须说，因为大家会说，为什么要去刚讲什么5分普遍2分是大家？因为我觉得很多外县市的绿营的支持者会认为台北市民就你们就喜欢那一种啊，你们就喜欢名牌啊，你们就喜欢贵公子啊，你就喜欢五吉郎啊。我觉得倒也不是这样，因为你要知道那真正台北市政党轮替，大家也给陈水扁机会啊，所以台北市事实上是会有一群。大概也不多啦，1-2成的人是真的会看你的所作所为，会知道你能不能真的给我们台北市带来更好的生活，而愿意给你机会。如果
如果沈伯洋可以证明这一点，我觉得不是没有机会。但是如果你要回到那种同温层的打法，那真的就只能固守同温层。不过现在看起来，因为2026像地方县市这个选战，双北几乎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每一次都是双城论坛，这个双城论坛不是跟上海，是每一次都是台北跟新北，然后每一次都是双城奇谋，管你用什么样一些词，几乎都是这样打。将军，如果对于民进党在台北，假设是破马出现，看起来他们会希望能够打出，譬如像苏巧慧对到川博那一波，因为现在才4月，如果印象大家不健忘的话，大概在1月左右，就算今年年初苏巧慧跟川博的民调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但是双方显然现在已经打到跟个麻花。沈伯洋目前看起来的话，他有机会能够把蒋万拉成什么？如果再配上，譬如说民进党到时候一定打双城，苏巧慧跟沈伯洋一组，那国民党这个地方就会变成蒋万要跟川博一组，大家会变成从单打，然后变成2个人斗牛2对2吗？会变成这样吗？其实。台北市好不好打？对民进党来讲，本来就是苦战，本来就是苦战啊。台北、桃园，我觉得都是苦战，不是那么容易打的。那如果苦战，你用正规的方式去跟他打，打不赢的。苦战就要奇袭啊！你越想不到的人，你越让他打。其实我觉得不是个坏事。那苏巧慧当时，因为他起步的早。那么当时国民党也是认为，只要李四川一出马，就一马平川了，一定赢的。那现在有那样吗？看来没有嘛。李四川是叫好，并没有像预期的那么符合大家的需求。那出来之后，现在国民党还是用力的在帮他铺陈声势。光是来帮李四川协助的团队，有朱立伦的人马，有侯友宜的人马，哇，太多了。反正举凡国民党里面高手进出，全部都往李四川那边来做投入。这表示什么？表示李四川的选情没有预期的那么稳，没有说出来就赢了，就有点像当年那种秋风扫落叶，我出来就像当时马英九选台北市长的时候，那出来就赢定了，就出来就赢定了。那现在看起来李四川不是马英九。那另外我讲到台北市的选情，因为蒋万安是现任市长。现任市长本来就有现任的优势，那现任优势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市民对于他市政推动的满意度上。那如果台北市民对蒋万安所有的市政都买单，铺马根本不用选，根本就不用选。那是这样吗？有啦，有满意的啦，那也有很多不满意的。那蒋万安如何把他满意的把它扩大的宣传？如何把他不满意的透过他的说明跟这个政见发表会把它变成满意？这是蒋万安要挑战的地方。那可是铺马，很多人说，沈伯洋出来之后要降低抗中保台或者是反共保台的这个程度。我觉得如果降低了就不是铺马是吗？真的，我个人这样觉得。媒体上讲说是绿营高层，那阿川等下可以证实一下。就媒体上讲绿营高层有人讲说，铺马出来不要去打什么抗中保台啊这些，因为连萧旭成讲说，我跟你讲，2026那沈伯洋跟苏巧慧一定组抗中连线割喉，然后去打这一段。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希望铺马多打民生战，不要去打一些像意识形态。我们讲白了意识形态，但你的看法不是这样？我看法，苏巧慧不用因为苏巧慧有他的 tempo， 有他 tempo 在走。那沈伯洋出来对抗蒋万安，要拼这一席台北市的市长，当然要发挥他自己的个人的形象跟魅力。那不能全部都打抗中保台，毕竟是台北市。那可是呢，不能全都不谈啊，不能只要那如果说那个沈伯洋对于抗中保台、对于反共保台一切都不提，那就变罩门所有人就追着他问，你不选市长的时候你是反共，你现在选市长的时候不讲反共，那不就完了？我觉得这叫什么？处置泰然。你不能背离自己的核心价值，那么但是呢，你对于市政要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所以我觉得沈伯洋躲不掉的，对于这个两岸，对于他的这个核心价值是躲不掉的，所以我才说不需要去刻意避什么，你把胜败看得太严重，你就会被绑手绑脚。将军刚刚讲的这一段，我不知道范老师。如果年底这一仗，如果真的打出了这样意识形态的一些，包括抗中，因为是萧旭成直接喊的，他就讲说什么要跟苏巧慧会组所谓的抗中连线，然后要割喉战打这一系列。如果要打这一段，对沈伯洋会不利吗？刚才将军特别讲到，如果年底这一仗在，尤其台北，假设是蒋万安 vs 沈伯洋那个票数，如果蒋万安高，在老共的宣传解读就是，你看台北捅得多，然后沈伯洋就变毒得多，是这样解释吗？其实刚刚说蓝白对沈伯洋的仇恨值高，我不认为。我认为是红对沈伯洋的仇恨值才高。
所以说你说沈伯洋有什么抗中保台？他有什么抗中保台？他有说我要台独吗？没有啊，他只有成立一个黑熊学院啊。这黑熊学院也不是针对中国的，是中国把黑熊学院列为台独分裂组织，所以是因为中国把沈伯洋在2024年10月定为台独顽固分子，然后后来同年的6月把他的父亲也列为台独顽固分子，把他父亲的公司列为我们中国不能够跟他互动，然后一直到了2025年，所以去年10月28号，重庆市公安局，请注意，依据黑熊学院违反这个刑法，还有反分裂国家法，把它列为是所谓的这个台独分裂组织。所以沈伯洋今天会成为抗中保台，是中国给他赋的名号，那只是因为蓝白支持中国的说法嘛，所以你们才会厌恶沈伯洋嘛。沈伯洋有什么时候提过说台独？没有吧？他是犯罪学的博士，他不是搞两岸关系的，只是因为那个学院被中国认为会对中国对台动武，会产生阻碍，而且他们认为沈伯洋搞这种类似好像民间的防卫体系，对中国要统一台湾、武统台湾是不利的，所以才把黑熊学院列为台独组织。黑熊学院的标榜也没有说我们反共，我们反中，没有啊，他就是自我防卫嘛。而且你看黑熊学院去参加的人很多是女生，女生比男生还多，还有很多妈妈去，这更是中国不能接受的嘛。你还说你用这个方式形成一个好像灰色的反中反共的组织，这才是中国厌恶的嘛。所以我不觉得沈伯洋的形象，我问你，就蓝白来讲，对台北市民来讲，他43岁，建中毕业，台大法律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硕士，加州大学博士，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教授，有什么厌恶值？你告诉我。他有什么脱序的言论？他有什么这个脱轨的行为？没有啊！去台北市为民说，一个台大犯罪学研究所的教授，他精通犯罪，来减少我们台北市犯罪率，大家喜不喜欢？去台北市为民说，一个台大犯罪学研究所的教授，他精通犯罪，来减少我们台北市犯罪率，大家喜不喜欢？我不认为他有什么太多。我直接帮你问，来佩君，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刚讲的这些，范老师一开始就讲是红不喜欢，不是讲蓝白，所以蓝白是跟着红的言语系统往下走吗？没有，稍哥，我觉得我录到这里，我觉得我这礼拜一定有一个动作，就是我可能个人要跟沈伯洋挂起一面台北市的看板，要不然的话，这个民进党朋友一直说我们讨厌他，我们攻击他，没有，我们真的很热衷的欢迎他来参选台北市长啊，真的没有嘛？那他就如果你觉得抗中跑台是这个沈伯洋很漂亮的成绩单，我没有厌恶他，我刚不是讲了，我们要讲几遍，我明天就挂看板好不好？不是，如果我的问题是说，如果你们觉得沈伯洋的强项是抗中保台，那就继续把这条路走通啊！每一个人参选首长的时候，不是都应该要拿出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吗？那过去当然他自己有解释，他说对中国来说，所有的交流都是统战一部分，这是身为院长。那可是这样子有很多事情他必须要做，比如说昨天吴思瑶这个就 PO 了一个他在吃酸辣粉，那如果在这个标准里面，那不行啊，那就是吃到这个有毒的食物啊，红桶的食物，吃的对身体不好，对不对？这个脑子也会不好使，那就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可是这真的是台北市民喜欢的市长跟需要的市长，吃酸辣粉有什么问题？那要问你们呢，就是你们觉得有问题啊？不然老师，你告诉我，中华民国为什么买不到螺蛳粉？为什么螺蛳粉不可以进口？螺蛳粉为什么不可以进口啊？那不就民进党禁了吗？你是不是不知道螺蛳粉到现在还不能进口？我们的卫生标准从来都不是因为卫生法规过那个魔芋爽可能还添加物更多，也是照卖啊。那照你这个标准，所有吃的对身体不好的东西都不能卖了，从来都不是啊。当然不能卖啊，不好的东西怎么可以卖？我当然谢谢老师讲这句话，因为不让螺蛳粉这种食物进到台湾来的就是民进党嘛。那你现在又跟我说为什么吃酸辣粉就会被捅？对，这就是我的问题啊！你怎么替我问问题的？我就是要问这一题啊！所以我也很好奇，那沈伯洋如果要来选
台北市长，他就会方方面面受到这样的质疑或挑战。我们很欢迎他的选，可是他必须要面对，这个跟台北市长不是，这应该是问当然有关系啊，难道跟头发更有关系吗？台北市很多在卖螺蛳粉、卖酸辣粉的店，当然有关系啊。如果他觉得抗中保台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话，那不能容许党内的人这样。老师，你可能没有看到，村上有很多的文在说吴思瑶千万要离沈伯洋远一点，不要拖累他的选情。这不是我随便说，你可以去看，就说拖到他。沈伯洋不是在选总统，这个会有很多论述上，很多论述上的矛盾。问题，请问卫福部，我们真的希望沈伯洋代表民进党选台北市长，可以把自己的路线统整好再来，会让这个选战比较有可看性跟建设性。我觉得扯那个没有意义啦。他进口什么食品是中央的权利，请去问卫福部。沈伯洋不是选总统，他是选市长，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就像他们讲说，沈伯洋的父亲有跟中国有企业往来，赚人民币有什么不好？就把中国的钱赚翻，我绝对赞同。啊，我们同样是反共，但是我们知道赚中国的钱，对不对？大家了不起，他不要跟台湾买半导体啊！我们现在两岸的经贸最主要是中国买我们的半导体啊，我们不卖给他，他的电动车还不能动嘞。所以我觉得今天拿这个来扣说啊，你双标什么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再来，我觉得反而是蒋万安现在麻烦是什么？你对于沈伯洋1年之内3次被国台办列为台独制裁名单，你怎么表态？你支不支持？你什么态度？对不对？你赞同吗？好，那今天中国因为沈伯洋，他们认为沈伯洋如果当上市长之后，双城论坛就办不下去了嘛，就这么简单嘛，不想让他在4年之后戛然而止嘛，所以他们今天为什么海峡导报会出来，在帮蒋万安？我觉得这个东西到最后一定会拉高到一个两岸的层次，因为台北市是首都。好，那我觉得国民党也是因为你们是看到中国骂他，所以你们开心，所以蓝白才说对沈伯洋仇恨值高。我认为其实为什么蒋万安昨天反应会这么奇怪？我觉得蒋万安已经闻到他的危机了。你看他的，你看哪一段奇怪？就他的反应嘛。其实库玛的头发，剪我是真的觉得蛮成功的，他带来一个话题。他的头发应该剪的，应该剪，我早就应该剪了。那个头发，那个筷子插进去就拔不出来，每次都看到剪成那样。你觉得你有？我没有资格批评他，因为他昨天还讲说我头发长太快了，这让我好羡慕啊！头发他妈长那么快干嘛？真是实在是啊，因为我们头发长那么慢。我跟阿川我们都有同感嘛。不要拉川，你不要拉川。我们两个啊同病相怜啊。沈伯洋还说他刚剪而已，他又长出来了，真是的。他比较多啊，我的头发也长很快，比较快啊。你只有你自己而已。我眉毛长很快哈。那我要讲的是，蒋万安为什么他昨天问他这个，他大可以说对啊，我觉得沈伯洋的发型不错啊，就跟他开个玩笑嘛，谈笑用兵嘛。蒋万安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甩锅给这个徐小新。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对于不是按稿子的这个照本宣科的，他就不行。别人只要问他问题，记者问问题，他就顾左右而言他，而且答非所问，问 A 答 B。当然了，沈伯洋对市政上还要再娴熟。OK， 而且我认为他应该有更多的火力来批评蒋万安，特别是像这个我们这个慧珍，你忘了我的名字？慧珍，因为我想到老鼠就忘了你的名字。我才来1个礼拜没来就忘了我名字。好了，他对于老鼠的担忧，这个东西，我认为沈伯洋就应该好好来做文章。不过现在看起来，刚刚讲到。沈伯洋尤其因为好了，一开始蒋万安目前来讲的话，不管是施政的民调或各方面，确实满意度也是蛮高的。那对于沈伯洋，他能够把苏巧慧当时那一段，就是我刚前面讲民调之间的差距或各方面，能够把它拉出来变成这样嘛？李四川在新北这一仗为什么打得那？除了刚才张军讲，因为今天有一个媒体里面有讲到各路人马之间。本来应该是同心一意的，结果后来可能各自之间会有一些掣肘啦什么，但是对于包括年纪各方面，所以最近卢秀燕跑到新北来这个地方，然后讲说不是老四川，是叫小川哥。OK， 这个名字这么重要吗？越多名字李四川就越惨。为什么？因为他就叫李四川就好了，他就叫川博就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对“博”这个字这么反应这么激烈，硬要把它改掉。其实你就从头到尾就叫他川博，这个定位就很明确、很清楚。那他就会变成是一个很专业的人。那李四川现在一直打不起来，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他这个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他的专业。他只要一出手出来的东西都看不出是工程专业啊。譬
比如说弄的什么瓢虫工程，那这个跟这个也没有什么专业，就是说。他照道理来说，他应该把新北市哪些工程，因为现在延宕，不管延宕是中央的原因、地方的原因，他说这个照工程上这个改成怎样就可以做好了，那为什么可以要拖那么久啊？就他要去谈的是这一些跟工程有关的，可是我一直都没有看到这些课题，那反而让这个苏巧慧啊就继续往前冲，然后李四川我觉得他一直在原地踏步。原地踏步，然后这个整个人的这个定位啊，一直被改来改去，就是川博，然后拿什么拿铁锤，然后拿铁锤又拿到一张跟郑运鹏很像的铁锤，不你就说这些事情没有一件让人家觉得就对原来对他的期望很高，因为毕竟苏巧慧不是工程专业，那对市民朋友来说，譬如说这个如果李四川说啊中永和其实哪一个路口那个大的路口是因为来自哪里的车子怎样啊这样个安尼盖啊给他讲话安那怼那个桥的这个管制怎么弄这里就可以解决，讲一套道理出来，大家就觉得说对这个就很专业。那个桥的这个管制怎么弄，这里就可以解决，讲一套道理出来，大家觉得说，对，这个就很专业。那其实李四川逻辑上来说，他应该有新北交通局跟台北交通局两边共同的协助，不然前一阵子怎么会跑出了什么中永和没有在塞车这种话，他都讲得出来。就是说，他到底是谁给他资讯说中永和没有在塞车？那就会让中永和的人觉得说啊，这李四川，你到底下在上班，你不要来归湾。李四川是住新北哦，他是住板桥哦，他生活全部都在新北哦，只是他工作来台北上班，所以他应该很能理解新北现在的交通，所以这些话让他讲出来，就觉得说他好像专业还没展现出来。不过我觉得，如果侯友宜的团队全面进驻以后，这局势会改变。但是其他不是侯友宜团队就通通让开。什么五头山小头哥那一些就全部离开，迄头远的你卖大家在关心别的代志，因为你唔捌，唔捌沙雷乱冲就会变成是这样，因为他不是有什么小头大头的嘛，对不对？好，然后呢，第二个我回到讲这个沈伯洋，刚刚讲说那抗中保台那个概念是这样，就是说沈伯洋不会去挂一个扛棒，不会挂一个扛棒，抗中保台沈伯洋，就是说。沈伯洋不会整个选举的过程全部在讲抗中保台，全部在讲一边一国，全部在。但是这个很重要，就是一个首都市长，其他县市不管了，一个首都市长对国家的定义、对国家的定位要把话讲清楚。我举双城论坛做例子，台北为什么会去对到上海？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台北要对就要对北京，台北要对东京，台北要对伦敦，台北要对巴黎，所以。首都市长要办的是首都论坛，所以沈伯洋应该办的叫做台北东京论坛、台北伦敦论坛、台北巴黎论坛，然后两边办。如果要跟中国办，就台北北京论坛，怎么会跟办什么台北上海论坛？那就明确已经就被矮化了。这个是不是抗中保台？这个是一个首都市长必须把这种话讲清楚的。他不用每天去讲这些事情，但是他发现这个事情，中国想要。矮化中华民国的首都台北的时候，这个候选人就一定要出来讲，否则你说讲托育托儿这些政策、民生的这些政策、老鼠的政策，关抗中保台什么关系？这些都没有关系。但这些该不该谈？我告诉各位，沈伯洋已经上了这个课，上了好几个礼拜了啦，跟很多公民团体都座谈过，很多教授去上过课，很多前政务官去上过课，或者他没办法在这一段期间内谈一些。大家认为的市政，他开始慢慢谈，要谈市政没有那么容易啊，因为不是现任的执政，他必须读很多书，接收很多的这个资讯，接受来自不同的利害关系人，包括社团，包括各个方面的人，都必须跟他讲说，你这个政策推出去不行，这个政策不行，然后讲话哪一个现在不行，你要可以修正成什么样子，这些就是这一段期间他正在准备了。所以大家也不用这个特别说啊，为什么难产？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一个人选？王敏生就已经讲了嘛，
啊，我们就有一个市政资料库啊，那个市政资料库上面就每天都在更新那些资讯嘛，那些资讯，然后哪一些已经转成口号，哪一些已经转成什么，就这个都在进行当中哦。要提名首都市长不会那么草率，就是准备好了，然后就会出手。但是抗中保台这一题，你看不到接下来沈伯洋选市长的时候有一块扛棒叫抗中保台，不会。但是很多题目，我举个例子，譬如说谈到台北市的治安，谈到台北市的治安，要不要讲中国？一定要的嘛。中国一定会攻击台北市的治安嘛？台北市市政府各个这些东西对沈伯洋来说他是专业，那这个东西你不谈吗？就是说讲到中国不谈，讲到治安会被中国攻击啊，不要谈，不可能。所以刚刚提到什么，民进党内有人跟那个沈伯洋讲说，不要去谈统独，不要去谈这些课题，是说叫他不要整个选举从头到尾，只要一出手。通通在讲这一题，不是。但是当一个首都市长的候选人，包括蒋万安当首都现任的市长，对中国的议题，他不能不讲话。好，那对于这2026这一仗来讲，白银到底要扮演什么样一些的角色，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点。柯文哲柯建主席对于那个所谓的黄金组合，让阿川直接这样对呛。那当然，那到每个地方去，在这次在宜兰扫街的时候，直接被呛到了，就是有关于贪污的一些问题，让你看一下相关的画面。来，最后我陈婉慧，谢谢，谢谢，莫那乱啦，咱们一个尔，莫那乱啦，你一个身为一个大人，安尼乱了。台湾人民也嘛了伊，你无感觉，你嘛有水洗啊呀！来，任俊，贪污也要有证据啊，拿出来啊！而且你看，旁边助选的人显然不想在这中间大家陷在这里头，就是说谢谢大家就要离开这个战场。当然看起来柯文哲不是，两手一叉腰，显然如果要是可以，他就在现场跟那个老人家就直接开始变起来咯。我不知道柯文哲为什么要让自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现在的这个整个柯文哲的案件已经从这个跟检察官互骂的过程，进入到了司法一审的审判嘛，所以去变这个其实没有意思啦。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整个事情对于柯文哲的支持者，事实上已经不在乎有或没有，因为他们真心认为是有的。这就回到我为什么讲说，我不知道柯文哲为什么变成这样。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很清楚的知道，如果只拥抱同温层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该你的他不会跑。但问题是，当他不会跑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办法有更大的扩张性？但任俊，我如果只要拥抱8%左右，在台湾现在的政治现实来讲，那8%就足以让我安身立命。我不求大富大贵，我只求安身立命。那8%够不够？我想过往他们现在就等于是报8%就好了。是，但我觉得应该这样过往台湾在不同的时期里面都有所谓的第三势力的出现跟存在从最早期大家有印象，大概亲民党然后时代力量、台联亲民党、台联、时代力量，然后陆续后来到了这个柯文哲台湾其实老实讲，一直有300多万所谓的在投票行为里面不愿意给蓝跟绿的。但是他在不同时期里面，他会选择给了其他的所谓的第三政党。你真的去看每一次，我刚刚讲那几个政党，其实在不同时期他都囊括了差不多这些啦。只是到柯文哲崛起的时候，这些人给了柯文哲。但是我刚刚提到那些政党，有人吃长久的吗？有的现在还努力的想要再让大家再获得肯定，但是我必须讲，以台湾的这个民主状况来讲，这个很辛苦。所以你要拥抱8%的这件事情，柯文哲什么时候沦落到只要拥抱8%？他们当时不是这样讲的他们认为自己不要说他老2啦，最早他老3 20%也有10几%也有2024年内账拿了26%左右。是啊，那到最后说只愿意拥抱8%看起来是一个总数啦。我讲更直接一点嘛，8%分散到全台各地去，你能有多少的把握？你今天真的觉得我拥抱8%，全台你每一个县市都拿得到8%，你会是这种提名状况吗？也不会啦。这个就不是说柯文哲到今天为止居然去跟民众去讲你们证据拿出来你什么的，民众不用拿证据
证据是你的律师去跟检察官、跟法官攻防啊。民众要讲的证据就是法官判的。对啊，他一定讲那是法官判的，所以他不需要跟柯文哲。别说，我就说柯文哲怎么会沦落到去跟民众去跟他吵说？但是他刚是很认真要去跟他辩论。是，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做到了一件事情，他压根催眠自己，告诉自己说我没罪，我没错，所以你今天要讲啊，你讲啊，那我还是这样讲啊，大家都知道柯文哲有4个案子啦。你不要一直活在那个所谓的金华城那个也有争议，但其他的你自己也不否认，你也不辩解，你说别人说有就有，那个法庭上你自己说过，你也要记得啦。所以你刚刚看到，其实连民众党周边，其实老实讲啊，他们也不太愿意再跟着在这个所谓的司法议题上面去争辩了嘛。所以我觉得柯文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他太过于活在自己的那个内心世界，而且他的内心世界是非常保护自己的，只要碰触到他的司法案件，他立刻跳。但是如果今天同样的状况是民众党周边的人也没有打算，甚至要讲走了，对啊，不要在那个议题纠缠，因为我说实话，那个议题纠缠，请问对民众党的其他人来讲有帮助吗？一定没有。像春晚会，他如果要是在宜兰，他要跟吴宗宪2个人现在是在蓝白 PK， 你让这样的画面一直不断的在镜头前面这样，对他来讲，他当然不愿意是这个样啊。我讲更实际一点啊，陈晚会在宜兰拜票的时候啊，甚至他尽量不去碰柯文哲的司法议题。当然。因为你挑起这种议题之后，就是直接把不认为柯文哲有问题的直接往两边推啦。那你认为说，他本来觉得，我觉得你某某某还不错啊，你要跟我辩柯文哲是，对不起，我就给予柯文哲错啊，你今天要挺他，那我就切开。没有一个政治人物会想要混到这里面。可是柯文哲需要什么？他需要有人在他身边。他还是需要觉得，就是说我还有底气在，我的民众党的这些人还是相信我。可是那种你真的回来看，这个声音越来越小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轮到柯文哲一个人要去对着群众讲说，来啊，拿出来了？那民众需要拿什么证据？起诉书那个画面上面，大家通通对啊，判决书画面，然后这个法庭直播通通都有的状态之下，我接老这样，我觉得民众党的朋友应该劝柯文哲，应该劝柯文哲。劝他什么？你在你的小堡垒当中，你在你的民众党党中央当中，你可以想尽一切。我知道最近这一天，因为李珍秀哦，这个东弄西弄之后，好多有一些民众党做出来讲说阿北私底下这样，我觉得你在你的小宇宙里面可以这样做，但你真正回来，你要拓展的叫票源，不然你不用走出来啊。我老实讲，你出来不是为你的司法辩护，他不是国民法官他不是要负责你的审判的。结果弄到最后，2014大家再回想2014的柯文哲多么的意气风发，到今天去跟民众在那边吵说证据在哪里？但刚刚任俊讲说还有4个案子，因为我忘了小平到底是告发了4个还是5个案子，从金华镇开始。但慧珍是有没有后发先至的问题？因为今天是正皓，正皓直接然后有爆料，对黄昌营造说是不是有人，然后他讲说是不是有人澄清，然后讲说当初那个忠孝桥引道是柯文哲在那8年里面，对，算是他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讲的所谓的政绩之一。那里面难道有一些状况吗？如果照今天之一还是唯一？对，大家都在讲啊，就讲到底柯文哲这8年做了什么？大概共同的会有印象，大概就是忠孝桥引道。对，大家都在讲啊，就讲到底柯文哲这8年做了什么？大概共同的会有印象，大概就是忠孝桥。然后现在就是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料是2018年就已经有李庆元的那个议员就曾经就质疑说，当时这个引道的拆除这个案子，整个预算是编了2.54亿，其中因为它是有旁边涉及到古迹的问题，所以它要采取比较复杂的工法，你可能要整段的拆除，你可能那个石头你要怎么切，所以光是这个部分，其中有一部分的拆除就编列了大概3000多万，结果后来真正拆除完之后，被人家发现，他感觉上并完全没有遵照他当时编列预算的一个投标的下面的要求，他有点类似，好像就甚至用那个所谓的乱爆破啊，或者是反正就石头变得很碎，所以那时候那个议员就质疑说，你怎么会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这个难道当时没有相关的问题吗？那监察院好像也有介入去理解。
那当时这个案子在监察院那一边，好像就认为说，哦，那个新公处有出来讲，他们得标厂商后来说，哎呀，我们有其他的替代的拆除方法，而这替代的拆除方法呢，更省时间，然后更有经济效益。哎，不是为什么要编比较多的预算？就是因为它是古迹啊，所以你要兼具古迹，而不是完全文物保存的一个概念，而不是完全用所谓的经济效益。如果是直接用经济效益，根本就不需要。那现在郑浩写的那一个贴文的意思是说，有人提出新市政，有人证人因为这个案子被廉政署约谈。所以现在人家才发现说，哎，这个当年的案子现在是不是感觉上又重启调查？那调查包括检调，是不是这个案子变成是大家已经认为，哎，已经 focus 在北市科啊 ，focus 在第一果菜市场这个部分的，已经忘记了。那现在大家才讲到说，那谁啊？人家认为这个黄昌江成金是不是？好像说他是柯友友哦，一查发现他在短短3年之内，光是柯文哲市府里面的案子，竟然拿了144亿，包括世大运的那个运动员住宿也是他们，然后包括这个环南市场的也是他们，就说他好像感觉上跟柯文哲的关系匪浅。那因为这一个黄昌的他自己本身现在还有其他的案子，像是那个中油的第三阶系站，对3阶里面的一个2期工程，也是他得标。然后呢，之前《镜周刊》踢爆说，有时候或者到相关的检举。然后说这个3阶本来2期工程本来投标书是要90几亿就可以，就没有想到好像是这个中油高层跟他们这个投标厂商就说你多弄一点，你多弄一点，哎，我们中油有的是钱，反正就后来从90几亿变成到253亿。那有趣的就来了，就是说这一个江成金他感觉上是，也是有点恶名昭彰啊。就柯文哲为什么老是跟这些人做朋友啊？他的这一个做朋友的这些人，好像这个负面的一些印象或负面的一些官司特别多，包括小沈，包括这一次的黄昌，那还有包括什么？还有包括星光，有没有？之前我们在北市科的案子也是，所以回到大家就问一个问题：到底柯文哲过去这8年，你到底为台北市留下了什么？现在被人家起底发现，好像很多，起码留下一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古今都不会有人再超越了，就是在市长室里面骑那个，然后飞轮，然后300万，然后这个到现在还很有脸的去说拿出证据啊，证据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去讲什么普马怎样，什么真的 Are you sure？ 我觉得我们身为曾经投给你的台北市民，我们才想要问 Are you sure？ 你真的觉得你还有脸去讲这种话吗？但范老师，现在看起来民众党的多事之秋从李珍秀开始，就如果要离开，照你那个立委要弄掉，结果搞出后面一连串的风波，现在在打诉讼。那徐瑞熙那说自己要退党，结果后来说脸书的那个不算，然后现在还打赢了，然后接下来会不会卡到陈之汉？然后呢，那个云林吧，对，那云林的林进冠，然后退党以后，接下来就讲陈之汉有没有踹门，陈之汉就出来跟你讲没有，然后他今天在媒体里面再继续讲那个时间，那2024年1月31号，你看把这些再往下讲，然后呢，同为党员杨宝珍，跟陈之汉2个人看起来就像往内互打吗？范老师就8%了，大家不能好好把8%想办法变18%，我们知道大家一定要这样弄吗？这样弄到最后，对一个政党来讲的话，那明天到底在哪里？这个民众党是台湾党员人数最小的政党，也是最近民调是支持度最低的，反感度最高的，那事情也特别多，真的，我就觉得要拍连续剧要拍几部啊。呀，宫斗剧，哎呀，这个谁跟谁对来对去，什么东西的？而且你会发现，像譬如杨宝珍这件事情，他也没有在跟你客气的哦，他也直接在媒体，他也直接上媒体，对着镜头跟你讲，他觉得是中央党部有人在搞这些，不是一般来讲，大家都会说自己党嘛，那不管国民党、民进党，大家自己政党里面有什么事情，一定都希望大家自己能够协调，要什么？没有哦，这个是直接大辣在镜头前面讲给你们大家听。杨宝珍上礼拜5在某节目还跟他就是连线，然后就针对就是他们党中央某一个好像群主吧，就一直在骂他嘛，然后大家就说，这个主持人就问他那这个群主有没有骂陈志涵啊？
杨宝就支持公说好像没有，然后外界认为说骂他的人可能好像背后是陈志海的力量，我不晓得，好，那他就是有人在怀疑嘛，然后有人就说杨宝珍他背后是蔡壁如嘛，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打个比方，民众党现在很像什么，你知道？因为柯文哲已经被判17年了，很像那个2战末期啊，到1942年6月4号发生了一个中途岛海战，日本是经越进出，带了4艘航空母舰，在中途岛跟美国发生海战。日本4艘赤城、昌隆、加贺跟这个飞龙4艘全部都灭了。日本联合舰队基本上已经瓦解了。但是从1942年到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中间隔了3年。这3年当中，我问你，日本内部军方高层的斗争激不激烈？非常激烈。军部里面海军、陆军真的非常的斗得非常的拼命，比之前还更激烈，就已经看到国家快亡了。然后你看当时的这个汪伪政权，就汪精卫这个1940年去南京成立的这个也是国民政府的我们叫汪伪政权，内部是斗得很厉害啊。眼看这个大树都快倒了，还在斗。我觉得现在民众党很像这个情况，就是大家其实眼看民众党，我觉得已经不死也半条命了。但是内部这个斗的更激烈啊，而且大家去争那个什么，争剩余的残余价值。那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党来讲是非常不利的。那柯文哲呢，我觉得他现在也无暇他顾了啊，因为他现在你看他现在就是整个人就是，我觉得柯文哲他现在有点像多重器官衰竭。他以前他只有他这个事情一出现之后，现在很多事情哩哩啦啦都出来了，包含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台北的这个忠孝大桥引道。这是柯文哲唯一引以为傲的。他当2014年当市长，他有那个2016年就是过年的时候嘛，拆那个引道，还被这个国家地理频道拍成影片，表示柯文哲认为这个引以为傲的。那现在这个都出事情，那我要讲就是像我们在管理学上叫破窗理论啊。当一个房子好好的时候，有人去拿个砖头去啪打破之后。大家觉得打这个破窗子是没事的，每个人都拿窗户去打它，那这个窗户就啪啪啪就破掉了。那我觉得现在柯文哲就是面临到是一个民众党的破窗理论。那你可以看到，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虽然他是崩，但是还没溃。我们说崩而未溃，那就要看年底的这个议员选举。可是我目前看起来，以他们这样吵吵闹闹、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我不认为他们的本来我还认为说，他民众党大概每个选区提名一个1席可能会有上，但是我目前看起来可能这个他们的期待有点过高。那加上就是县市长更不用讲了，他们现在几乎从张启凯我就觉得根本不会上，而且你会看到我很纳闷的是，为什么现在当然你看现在这个黄国昌还在骑脚踏车，他现在除了他的造势除了骑车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他也不想花钱了，因为这个最省钱的嘛，他也没有看板。OK， 那我认为。按照问题是黄国昌现在他还在拼民调，他们这2天他就到处跑说到月底嘛，这大家叫民调指明黄国昌，我觉得那个也是困兽之斗了啦，因为我觉得他的民调不可能高，而且看起来李世川也没打算跟黄国昌合作。我觉得最近几个民调是李世川只赢这个苏巧慧只赢他1%。如果我今天是李世川，我就会考虑跟黄国昌合作。为什么？因为黄国昌起码有年轻票，OK， 我才可以拉开跟苏巧慧的距离啊。可是看起来川博，当然我是觉得现在叫他什么小川哥啦，我觉得真的这有点这有点诠释太过头了啦。川博多有亲切感，但是因为川博现在就不想被人家称为博，他要搞一个要怕老嘛，但是有点欲盖弥彰。叫小川哥有点 over 了啊，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奶油了。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比方他的形象是比较偏老。那你应该跟黄国昌合作啊，可没有。其实连川博都觉得黄国昌是负债，连川博都认为民众党不会给他的票撑开来，所以他跟黄国昌保持距离。所以我觉得未来国民蓝白合在新北市大概也很难会出现。连川博都认为民众党不会给他的票撑开来，所以他跟黄国昌保持距离。所以我觉得未来国民蓝白合在新北市大概也很难会出现。不过刚才讲到从民众党这一连串的风波，我想佩君对你们来，因为蓝白合一定是定调的嘛，那个定调的过程，他们发生的这些的风波，不管从李珍秀以降，然后包括他们内部的这些。
会不会影响到刚才范老师讲，连川博会不会对黄国昌讲，明明年轻票可以多一点，他也觉得算了，因为他怕万一那个仇恨值大于你给我的票，也就负向大于正向，会出现这种状况吗？不会，虽然我知道那是民进党很期待的事，但是它并不会发生。不过我想先回应一下范老师，叫小川哥不是因为想要他看起来比较年轻，是因为他眉毛很粗，像蜡笔小新，所以卢秀燕才开玩笑说 ，OK， 那我叫他小川哥，不是因为说这样看起来叫哥比较博年轻，倒不是因为这样，因为我说实在，我还是觉得选举人设要确定那既然川博的强项绝对不会是出来跟大家比年次嘛，一定是比他过去丰富的工程经验跟在各个县市做副市长的副手的经验。那对柯文哲来讲，老实说，我站在这个蓝营的角度去看柯文哲，我觉得他有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从民众党离职的人看起来最后状况都不太好。那我不知道是他一开始选人的时候这个选择的标准不太好，还是说分手的过程都不太快乐。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他作为领导者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因为前期几位，比如说这个Grace 或者是金牌玲，后来翻脸，那某种程度你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的柯文哲自己身边没有人，所以他很多的团队，包括贺敏他们，都是民进党借将给他的。那久了之后，这个道路不同，踏上不同的路，然后终究是走向不同的价值观道路，然后处得不好，或者是这个互相看不爽，好像可以理解。可是慢慢后面的人是他自己作为党主席这个网罗来的人，特别像李珍秀也是海选来的嘛。那所以后来发生，不管是李珍秀也好，杨宝珍也好，这种离开了民众党，可是对民众党的杀伤力比在党里面帮忙的可能还要强的时候，我觉得对民众党来讲是一个必须要去改变的危机。所以不管是柯文哲或是黄国昌，可能接下来在选人的这个标准上，或者在谈分手，就是大家不再合作的这个过程，可能都要特别小心哦。那可是柯文哲现在就是一个高声量但低能量，坦白说是这样，因为他现在因为案子的关系，他自己不能参选公职嘛，那他也不是民众党党主席。说真的，他下乡去辅选，除了民众党员以外，我觉得最关心他的就是民进党的朋友，每天对他的一言一行说文解字，然后观察他的表情动作等等，包括像他前一阵子去医院关心他这个同僚的家人，这个在护理站关心这个病况，也被拿出来大书特书。坦白说我觉得所有的民意代表都做过一样的事情只是因为我们不是医护人员，我们可能会有距离怎么样？那可是每个人标准不太一样。那如果连这样都要拿出来攻击的话，坦白说，我觉得柯文哲是真的现在这个状况是很辛苦的。但是这个我如果客观的去理解，都会知道他是被针对的。所以我并不觉得国民党到最后会发生什么因为你这样我们就不是的，讲过很多次了。因为蓝白之间的合作不是你高我赶快跑过去你低我就先走一步，不是这样。在很多县市慢慢都有建立合作的默契，从嘉义到宜兰。再到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县市，我觉得这个会不断的被复制。那在2026，大家有共同的努力的目标，中间一些这个小小的插曲，我觉得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因为大家会关心到从年底的选战，刚讲到蓝白合，在未来因为白银这些状况，会不会有什么样中间会出现一些分叉的一些情形？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今天军购协商，你有没有在媒体上看到，包括韩国院长讲说，就算挑灯夜战。今天都希望因为一直有一些讯息讲说，美国的高层有讲说，如果在川习会以前，如果不是有什么样一些定案的话，搞不好会有一些不测，譬如说会不会被暂缓啦，甚或取消啦，类似像这样一些的情形。那包括郑义伦主席，我不知道呢是美国哪一位教授就觉得他应该会有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像这样的一些情形。可是如果讲到军购，再讲到因为将军本身是军武出身。这个问题一定要问将军。将军请教一下，第一个，军购这件事情，今天结果后来还是散会了嘛？是啊。OK， 好，你会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些情形？吕律师舰长，他在老共那个地方看人家的一些，包括老共的军舰啦，所有那些，然后什么祖国强大，类似像这样的一些词，那你听到了这些，你的感觉呢？我们的祖国当然不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他踏上的那个军舰，绝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所属的军舰，所以你在那个场合，那艘军舰上讲祖国强大，你绝对不会讲是中华民国强大吧？绝对不是。你就算怎么凹，也凹不过来。你就站在解放军的船上，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然后说祖国强大，看到这么强大，我觉得很荣耀。台湾很安全。对，那也就是说，那么这70几年。我们从军的都在骗薪水因为台湾很安全搞了半天中国越强大，台湾越安全。解放军发展核武，那我们更安全。解放军那个发展这个潜舰、发展无人机，
台湾更安全，那就表示我们这一群牺牲了年轻岁月投入军旅的，我们在骗薪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要跟中共打，从来没有跟中共打，因为他越强我就越安全。大家觉得这个理论通吗？这不通嘛，当然不通。我们这一辈子所从事的工作就是跟解放军对抗。那不管打得过打不过，至少我们不能认输嘛，这是军人的本色嘛。那你看到他说哇好感动哦，还好你这么强，因为你保护了台湾的安全，这不见鬼了吗？好，所以我讲这种言行在退辅会，今天退辅会罕见的发生哦。通常退辅会对于退伍军人，尤其是阶级不是降级以上的，因为他比较没有代表性。你说如果说是中将、上将或者将军，你到中国去，大家会为什么会管制他？具代表性。那现在就是因为两岸关系条例订定了有关于这个所谓退将的一些言行的一些规范，所以变得要到中国去吹捧中国，退将不敢。因为有法律规范，所以中国就开始找那些不受两岸关系条例规范的人降级以外。那即使如此，各位，退辅会是辅导退伍军人的，可他现在出来是直接针对这一位少校，他说什么？这是退辅会讲的话，其言行背叛国家、国军及民众，退辅会给予严厉的谴责，并支持修法，维持国家尊严跟现役军人的荣耀。绝大多数的退役官兵均能秉持坚定爱国信念，确保国家安全初衷。退辅会持续分区办理爱国教育座谈。其实我相信退辅会讲出这番话，内心是淌血的，内心是淌血的。什么时候一个为保卫国家而战退伍军人、职业军人，居然会要退辅会支持修法去规范你不能去中国吹捧解放军？其实我今天讲这段话，我内心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因为这一群军人这一辈子只有一个信念：消灭万恶共匪，保护中华民国。这是所有退伍军人唯一的信念。但这时候你却站到了中国解放军的舰艇上去吹捧他好强大，让人感到你准备好了。请问解放军准备好了是打美国吗？还是打日本？解放军准备好了只有一个目的：收复台湾，光复台湾。对他们讲叫收复，OK， 不叫统一哦。对于中国解放军来打台湾叫收复台湾呢？为什么说收复台湾？他觉得我们是叛乱团体。OK， 那我们是国军，怎么会认同他呢？所以我才说，看到退辅会罕见的这样子批评退伍军人，并且支持修法，要规范退伍军人的言行，我个人感到是相当的难过跟屈辱。因为退伍军人不需要法令规范，你都不会去称赞解放军，因为我们这一辈子唯一的信念，捍卫中华民国，抵抗解放军入侵。OK。因为退伍军人不需要法令规范，你都不会去称赞解放军，因为我们这一辈子唯一的信念，捍卫中华民国，抵抗解放军入侵。OK， 那这先让你看一段，因为这里面牵扯到第一个当然刚才将军会用到修法，就表示目前看起来是无法可管这件事情。好，那对立委来讲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包括政协会郑丽文那时候来讲说，两岸之间要接触才能够有和平的一些的未来啊，类似这样这些。那诺贝尔和平奖到底谁提的？让你看一下，来。见习近平此次此行超出大家的预期的成功，我此行也引起了美国在他们的专家精英圈里头的巨大的讨论。甚至于有一个布朗大学的教授认为我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大川，我听我，然后布朗大学嘛，跟你讲。对，我觉得郑丽文不错啦，他就是去一趟中国回来之后，他自己的高度其实还拉得蛮高的。就是说他开始拉到要跟川普竞争诺贝尔和平奖。所以我搞不好这一次他去美国会见到川普。因为他现在成绩很高啦。那因为很多国际媒体都争相要采访他，就是还蛮拥，就是说排得满满的，都要采访他。那他的这一些言论啊，其实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都蛮支持的，因为现在蓝白合嘛，那小草跟小松现在还蛮推崇郑丽文的，所以郑丽文就是变成现在唯一的蓝白共主，这没有异议了啦，都要竞争。诺贝尔和平奖有什么疑义吗？然后他在习近平面前表现的落落大方嘛，
落落大方，就公开的时候讲得很赞啊，这个蓝营的全部吹捧嘛，国民党的每一个都说，咱郑主席讲的真正赞的啦。然后像今天的这个朝野协商，完全贯彻郑丽文的意志，郑丽文就是不会让他过啊，所以派尹乃菁先出来说不会过啦。川习会后就全部撤回了，都不会过，所以今天就去加演的嘛。然后这个过程中又传出有一挂那个什么少壮派什么派了8000亿、9000亿啊，几亿，还全部拢给，在郑丽文的心中就是0。怎么可能中华民国编一个什么要防卫台湾的？阿强啊，都无想要防卫台湾，阿强就要怕台湾，你还给我编钱，你有没有事啊？你规定来我家，讲要两岸一家亲，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你家己搁起一个什么防卫体系啊？我要打你的时候，你还给我防卫，你是真笑诶，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其实郑丽文这个逻辑现在在蓝白是蛮坚定的这你讲其他几个什么少壮派拜喜的协商，甲一半走去对面开会，交美国人开会，规个讲的拢是，我觉得都是虚晃一招呢。你想今仔这朝野协商啊，这朝野协商你想喺民众党民众党迄天开秘密会议，全程参加个王安祥啊，王安祥今仔也无来啊，都派一个是什么会主回来啊，会主回来去讲，这个没有，那到底要买什么啊？空白授权安怎都安怎？不是啊，迄天全部拢有讲啊，我去开会拢知影拢有讲啊，事后国防部也公布可以公布的啊，伊即摆嘛去甲你回这。后礼拜即摆就讲5月几号各位协商，迄天协商因绝对派许忠信来，许忠信就搁唔知啊，伊搁讲顶来啊，就搁来啊，就一直拖就民众党倒演啊，你拖到川习会了后，尹乃菁绝对一手资讯的嘛，尹乃菁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绝对郑丽文亲自交代嘛，伟嘉讲话讲的拢是国民党郑丽文的意见。郑丽文掌握这个明确的资讯嘛，就讲川习会后，这美国的钱拢就美国卖台湾，这拢全部拢收回去啊。所以即马就是拖到时间。你讲韩国的今仔前礼拜我什么挑灯夜战，我想讲我今仔录影了，我该等去告你反应。无2点半开会，开啊3点休息，来个开30分钟休息了讲散会安尼。是要挑灯夜战，无全部拢假，所以我觉得这个全部都在演，反正就是那一场政习会门关起来了以后，决定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但是从这些表现，大概就看得出来，郑丽文那一场下来之后，连跟他在讨论讲什么总统，让这个啊迄个，要讨论到底郑丽文，当然有啊，大家把你讲我会当选总统，有啊，你敢问啥伊拢讲有啊。伊拢讲好啊，所以他现在整个高度，除了当中华民国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跟川普竞争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全面肯定草跟葱全面支持郑丽文蓝白合嘛，草跟葱现在全面支持蓝白合啊，不是吗？我有讲对吗？没有嘛，各县市全部蓝白合啊，所以蓝白合，因为你想喺民众党嘛做笑亏呢，民众党你唔来讲白蓝合。一体化蓝白合，把自己想得很小啊！蓝白合，我们跟你们合，哪有人安尼啊？乱七八糟。这基本上党主席是柯文哲，找你讲白蓝合的，这个是规样无志气，没有志气，那也没关系啦，反正就是现在归一统，全部回到郑丽文的身上，这个蓝白合是比较好领导的。OK， 佩君，这军购这些对国民党来讲，如果真的出现。川习会以后真的被撤或什么，对国民党会有利吗？尤其年底这个选战这些，不是这样。这个国民党刚刚党团已经稍早已经发那个明天中午甲级动员，就是党团大会，然后也直接讲就是要讨论军购。那这个我认为明天开完之后，这个王委员刚刚讲的事情大概也可以不攻自破了。我觉得明天就有很明确的答案了。那郑丽文主席的诺贝尔奖，这个我倒是想说一说，他的这个说法是美国布朗大学的高德斯坦教授的社群投书了。不过他完整的描述不是说郑丽文因为这个政习会顺利，所以应该得到诺贝尔奖。他的说法是说，比起那些口
嘴巴上面说民主，那但是让人民走上战争风险的人，郑丽文敢在北京重启对话，降低核战风险的勇气，更符合诺贝尔奖的精神。他原文是这样说的，所以他是一个，你真的要去讲的话，它是一个相对的评价。那平心而论，他讲的是说，对立的阵营应该要更积极的展开对话，去建立互信，才能降低战争的风险。那会比有口号，但是你实际上去刺激战争发生，那更符合诺贝尔和平奖的精神啦。所以我觉得说，与其要把它解读成说认同政协会已经符合和平奖的标准，不如说我觉得教授是在批评他口中喊民主但是好战的人。那其实他在去年同一个教授，他在去年10月的时候，他也投书那个《时代》杂志，那他直接就点名赖清德总统是鲁莽高调的。所以你真的要讲，我觉得与其说他这个投书在称赞郑主席，坦白说，我觉得他批评赖清德味道可能更多。那回来讲，是郑主席讲的，我们他应该像你一样把全文讲清楚。我也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但是如果比较客观一点来讲的话，你必须把原文调出来看嘛。那原文毕竟是这样，那看完我也不能说哦都是那样。那他有他的解释方法，因为他是当事人。那我作为一个读者，我看完也有我的解释方法。那我的解释方法如上这样。那但是我并不认同刚刚王委员讲的这个政协会之后军购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并不认同刚刚王委员讲的这个政协会之后军购就怎么样怎么样。军购预算，我想朝野都是支持，而且通过也希望他赶快通过。你看韩院长其实动作很多嘛，他也一直召集这个朝野协商，希望把这个差距可以拉低。可是问题就是第一阶段通过的条例当中，是不是要把上限直接框列在1.25兆，或者是说参照这个2020年疫情的时候新冠的那个时候的做法嘛？就是我先在条例当中框列这个可能动支的预算项目跟总额度，那你后面有其他的这个文书来之后，我可以再做其他的编列，预算后编，但是这个预算先框。那随着局势发展，可以去修法，那甚至预算如果要再追加上限，也还是可以做得到，但是是逐次的去编列。那党团我刚刚看他们在很明确的明天中午甲动就是要讨论这个军购案，所以我相信明天会有很明确的答案。OK， 那范老师，这一系列好，包括刚刚讲到要不要选总统，然后包括诺贝尔和平奖，那当然佩君刚才把原文讲给大家听，显然郑丽文主席讲的太直接了一些。当然不管怎么说，这些到底在台湾民众心目当中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因为年底就选举哦，它是一翻两瞪眼的事，他的感受会是怎么样？跟北京之间，包括郑丽文这次的政集会所有后续的这些效应，再回到所谓的军购这些，到底民众的感受会怎么样？其实我们从历个民调看起来，民众大多数都是积极支持军购的，这个看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就很明显了嘛，他就是不想通过嘛。那我当然觉得这件事情，当然就是看会对年底县市长选举，我认为多少会有影响。虽然县市长选举跟两岸这一块国防外交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忘记，2014年当时民进党大胜，国民党大败，就是因为马英九要通过两岸服贸协议。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会有产生一些效果出来。那刚刚讲过这个郑丽文想当这个当然他不是了，他说是这个美国布朗大学这个教授叫做戈德斯坦，后来已经有人查出来了啊，布朗大学跟布朗尼没有关系啊，这个布朗美国的名校啊。那这个他这布朗大学可能也有卖布朗尼了哈。那是我你不要继续。但是呢，他其实他的长期政治立场是很清楚的啦，他就是强调就是美国不应该过度的承诺保护台湾，否则会让台湾会更增加这个战争的风险。他认为像郑丽文这样靠外交啊，靠这个斡旋啊，是可以达到那个台湾海和平的，所以他支持郑丽文。那很多蓝营的学者也肯定他了。那刚刚讲过他去年10月投书Time嘛，他也骂赖清德，所以我当然我觉得美国就这个多元社会啊，有人当然是熊猫派。就认为说我们不要跟中国这个太对立，要怎么样？然后另外一有一派是强调强硬。那到目前来讲，我认为美国的这个主流还是认为对中国要强硬嘛，所以大家就等着看这个政协会嘛。那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包含我们刚刚可能等一下会谈到，就是说这个川普被暗杀等等等等，就是说现在来讲，这个全是没有成功，对。但是我怕观众听完以后会以为他被暗杀了，没有成功啊。但是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现在各个国家这种尖锐对立都越来越激烈。你看这个年轻人，他还是坐了火车，从美西到美东，然后还是模范教师，而且还是名校毕业，然后带着大量武器冲到会，他很厉害，他怎么进去？他直接冲破安检门啊！你要嘛？可是电影里面不都是演的那个所有的维安，从外围开始，包括最核心，只要出现这种状况，拿了枪就直接乒乒乓乓一阵。但是没有啊，对啊，他们还只是让他受伤，然后结果把他活逮而已。因为他好像开枪是朝着地下，他并没有。所以我就讲说，不是在以他们电影里面演到那种根本不管啊，他一定先把危险排除嘛。对，那危险排除最直接的就是击毙啊或者什么的，但没有啊。对，就是我大概留活口吧。逼供，看有没有后还再个侦讯他嘛？谁支持了？背后有没有阴谋嘛？对不对？有可能不是但我们这样说是孤狼嘛？那刚好不是孤狼，他是背后有组织。但你看到说，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因为你看 YouTube 就知道，如果你看这个本节目，他就一直会给本节目相关的讯息嘛，那你就越黏着。那同样的就是说，反川普的人，他看的 YouTube 一定是反川普的言论，那支持川普就会支持川普，但是这种越黏着的结果，就会变成说对立性很强。OK， 那现在台湾也是一样嘛？为什么郑丽文会那么开心？他的支持者支持他嘛？就同温层效应就那个同温层越来越厚，越难去突破。当然，你说支持民进党的有没有？也是有，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中间选民。OK， 那我觉得中间选民大家被认为说军购是应该的，我们有适度的防卫，而且我们应该跟美国买武器。那大家认为你国民党是是监督呢，还是以监督之名行阻拦之实？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只是在这个年底的县长选举会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2028年的这个总统选举。我认为啦，现在郑丽文真的是很有底气啦。而且我觉得国民党的这些中常委也不敢也不敢阻止他啦。所以呢，就是他啦，你不觉得吗？对啊，你不觉得吗？他现在他自己说，他说要让赖清德现在所造成的危机解除，唯一一个就是政党轮替。国际都认可了，那布朗大学都认可了，对啊，所以他现在点燃，我觉得他还说他有这个，还有这个本命哦，天命啊，会说有天命的人。通常不选是很可惜。美国都认可，中国也认可，蓝白也认可，对，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还有什么？还有谁反对吗？还有谁反对吗？对，好，来，而且川说他会见到川普哦。OK， 那他不选太可惜。来，任俊来最后1分钟，所以这整个一个政协会以后，把整个国内包括2028这些排序整个打乱吗？非常好啊，我觉得郑丽文他所讲的就是他内心真实相信嘛。我其实赞成刚刚佩君讲的，大家看一下原文嘛。但问题是谁有这个时间去看原文？郑丽文要的就在最短时间里面，把他所谓政协会对他的正面效应发挥到最大嘛，所以他一定要讲这句话嘛。那你特别挑一个人说，哇，他觉得我可以拿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不是挑的那一个人的原文呢？佩君刚讲原文跟他的简略的文也不太一样。对，但问题郑丽文不重要，因为他的郑丽文的原文是那个样子。对，他就是要让这些所谓的国民党支持者认为郑丽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访中的行程是成功的，可是他忽略掉了一个你回来之后赖清德的行程就被卡住了也没有这样变得比较好啊，国民党也不敢说不去讲一下老共因为知道这个事情难看了嘛所以我认为对于国民党来讲，你说现在郑丽文是不是大加分？我还是回来看嘛，这几天大家看到卢秀燕开始爬照了那有比较特别，就是他不只去讲那个什么李四川我老实讲，我觉得我赞成刚刚以川共李四川最好的名称就叫李四川你去搞什么蜡笔小川前面没有？那谁知道谁是谁？可是问题是有趣的是他到高雄去。他在高雄跟柯志恩一起站台的时候，他说要一个什么新妈妈连线还是什么的赖瑞隆直接把它解读成为这是要挑2028的起手式当然赖瑞隆讲说你不要拿高雄来做前哨战，其实老实讲这个也不会说拿因为很多人看的是台北OK，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是郑丽文现在要凸显这个，我不认为他只甘愿做一个党主席，他当然试图把这个东西让他这个地位再往上拉，但如果国民党多一些人愿意去看看原文，就会知道郑丽文所表达的那个其实跟原来的事实是有一块出入的时候，那也代表的是国民党内可能对于郑丽文的下一步，老实讲，现在都也还在观望。来，慧珍最后1分钟，所以现在整个看起来的话，蓝营里面对于郑丽文所有从政协会以后这些，如果照刚才方老师华川的说法，是变成没有任何声音了吗？会变成这样铁板一块吗？蓝营本身是这样吗？我觉得看起来是，就是没有人敢跟郑丽文说不，而蓝营里面没有人敢跟郑丽文说不，会导致蓝营在2026或2028会种下，我觉得一个选举上蛮大的一个败因，因为很明显你们都应该知道，这个台湾的主流民意就不会是郑丽文的路线，然后郑丽文刚举的那个高德斯坦，你现在去我稍微去 Google 一下那个言论，看了你就有人用羊五毛来形容他啦。那我是觉得这样不是很好听，但是言论真的也是，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他竟然讲，他说这个中国啊，只要花6个礼拜就可以成功的拿下台湾，然后甚至说你台湾啊，你只要完全听你看，你只要跟中国进行顺从且真诚的谈判啊，就可以保有8到9成的自治权啊。奇怪了，你又不是住台湾，你们台湾女婿公啊去个怎破跟你什么期待啊？这是莫名其妙。我们还要听从中共，那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听从中共？你就告诉川普去听从中共啊？听希望真的是。那我会觉得郑丽文用一个大家不是很熟悉的人，甚至在立场上已经是被人家弄上一个羊五毛的人来这样自吹自擂，就让人家人贵自知。你要知道嘛，就算是我爸爸知道觉得我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女生，我也不会去说我就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女生。选2遍，对，那你认不认同？认同。第二个认同人出现了，好不好？所以呢，但是我还是人贵自知，我不会因此而故意在不断的去讲。OK， 方老师，你认不认同？认同，我认同。三个讲的这么含糊不清，我阿川都不敢反对，我怎么敢？不过真的，因为对国人来讲的话，当然你说到年底这场选战是前面所有一切，不管是两岸之间军售或是内政一些所有的总检讨。过了2026就是2028，对各阵营来讲的话，怎么样能够在这段期间里面，怎么样攫取民心，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学妹妹》，我们明天见，拜拜。